到山东了，前两天一直在北京啊，参加一些活动啊，一些交流啊，淘宝。哎呀，北京啊，不愧是首都啊，怎么着呢？堵啊，特别堵车，堵到什么程度呢？啊，听北京的一个哥们儿跟我聊起来啊，太好玩了。你比如说啊，你在这开着车呢，时候堵着呢，一堵20分钟，然后没事你就往外瞅，你让往外瞅啊。往这瞅啊，哎，一看这一哥们儿在这啊，你就发现在里边倍儿一个机灵，就一哆嗦，你知道吗？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儿？就说是穿着尿不湿呢，尿了，你别笑。然后说在北京给你找一厕所，比找一饭店还高兴啊！这个北京一哥们儿跟我聊的，笑了个我呀。当然说这个哈，不是说丑化咱们首都或者怎么样的，这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什么？我们祖国越来越强大了，人民越来越富有了，汽车保有量越来越多了。别说北京啊，就我们济南，去年是前年不也登上了全国的首堵吗？济南都成首堵了啊，不是首都啊！啊，今天又来德州大运河，今天看咱能淘到什么宝吧。OK， 咱这边多好停车啊！啊，对对对啊！过个年来以后啊，这个地摊上这个人明显见长，人一多，东西也多。尤其很多朋友说这个玉怎么鉴定啊？其实主要就是看驼工啊。你看它这个嘚儿一下到底下了。啊，古代的驼工的话，它是走直线的啊，走一道直线往这，一道直线往这，基本上很多直线拼起来的。不知道这样说你能理解吗？就是它那个拉线的时候，只能是直着拉，拉到这吧，不拉了，但这有个痕迹。然后呢，再这样拉啊，然后再这样拉，一点点往上拉，不会说一下到底。那这种的那就是啊机械工啊，所以说就现代的。因为古代没有那种技术，不过这种啊就买着玩啊，也挺好，也不贵，就纯当一个工艺品。地方玉，这种多少钱，老板？哦，这种60。嗯，老玉牌子。老倒不老，但是雕的挺好。这的话给你便宜点。没事，我再看看，一会儿再刚过来。直播呀？没直播。直播他都给老铁习惯，他给便宜点。挺入门啊，挺上道的哥们儿。你这种都是仿磁州窑的哈，都现代的。这个其实出土的会有土沁，但它这不是土沁。再一个，这种哈，如果说这个老的话，它会出现人枕嘛，这个地方会有点那种油脏啊。再一个底，这个底也不大行。所以这种其实全品的话也不便宜，现在都得啊1、2千，稍微有点毛病的还得大几百啊。这种应该就是便宜。磁州窑的这种啊，陶枕啊，猫枕啊，俗称磁州窑系啊，所以这种不贵啊，这都是就是新东西就不贵。这多少钱？60是吧？卖了30多个了。现在的做的真的挺好的啊。好多人都想够成本啊，批量化的东西啊，一定是够成本的。逛逛看今天能不能淘个比较啊有收藏价值、有意义的东西，然后跟大家聊一聊。买东西就是这样哈，怎么着呢啊？就是说精挑细选啊。怎么叫精挑细选？你比如说啊，你看中这个东西又老又好，如果价格不合适的话啊，特别顶咱也不能拿。但如果这个东西啊特别稀少啊，无论多顶，只要能你手头的钱够富裕，也可以把它拿下来。但是平常来说的话，咱得找个什么呢？尽量就是说啊，正常价格范围之内啊，然后呢东西倒带没毛病啊，可以收。所以说有时候不好找，哎，你看中的有的时候哎呦有点毛病啊，或者甚至新货咱就不能弄。所以说看着啊满地都是东西，说真正淘。一集能淘个几件东西啊，就不错了。这多少钱？这个2000，有点磕皮儿。这郭强龙多少钱？这个新版的，这样吧，一口价啊，8000整。8000。对。前些年自己玩的。哦。然后没得见过你，第一次来。这再便宜点不行？这少1分不行，就这个钱，你能拿你就拿。这个呢？这个也8000吧，康熙的。那是康熙年制，这不是康熙的。啊。这个如果对的话啊，兄弟，这是光绪仿的康熙。康熙的吧？这是？不是康熙的。
这个也，这跟您说实话啊，你这不对呀、不可能。你这不对啊！你看青花毫无层次感，青花毫无层次感，这个修足啊过于圆滚了。咱不拉，咱不拉。真的，我这是提醒你啊，你这别说8000，这800咱都不要啊。我这玩了多少年了这？但这个真不对啊！我这说一下，您听不听是您的事啊。我看有毛病啊。没毛病。 7000不行吗？还一口。少一分不买。少一分不卖。我给你转账，微信。好。过去了啊。行。你给我稍微找个袋儿，或者我一提。我给你找个那个泡沫纸包一下吧。好嘞。好嘞。好，再见啊。好，慢走啊。一会儿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哈。到个人少的地方啊，这边太吵了啊。这又是一个漏啊！现在过长龙皇室见长啊，跟大家讲一下。这里边有很多知识点啊。不容易。这个我都来不及讲价了哈。他那个里边有真有假，这哥们儿可能不是很熟，很有可能是个外行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拿的非常便宜。这什么时候的一个龙盘呢？他说晚清的啊，我一听晚清呢，我这就知道啊，这要捡漏的开始了。这是一乾隆的啊，郭强龙的青花盘。现在郭强龙好像是一直见长，为什么？因为这龙纹嘛，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图腾，再一个画的比较凶猛啊。那为什么我一眼就看出乾隆来？那为什么不是雍正，不是康熙呢？咱先说龙纹啊，我曾经讲过一会儿。那怎么区分是乾隆和雍正呢？其实这个的话，就乾隆早期，雍正后期啊。看云彩啊，往近一点看云彩。这个乾隆的这个云特别尖儿，而雍正的云呢比较饱满啊，短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这是一个鉴定的要诀。而且乾隆的画的比较洒，给人的感觉有个龙飞凤舞啊这种感觉。而雍正的龙呢，相对的话会规整一些，给人感觉规规矩矩啊，但是也挺凶。那么这就是一个见证啊，有一招鉴定啊，乾隆和雍正龙纹盘的这个郭强龙的一个绝技啊，大家一定要记住，看云彩再一个修足，乾隆的修足相对的话要薄一点也是有种这种沙底的感觉而雍正的话呢，就纯沙底，这个胎壁要厚一些没有任何毛病郭强龙，所以今天捡漏了。那么这个价值多少呢？我想藏友心里应该有数了，是不是？我是收藏小哥，喜欢收藏背后的故事，请关注我，给我点赞。能买到便宜东西就行了，也涨不下来。